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我给你一个喇叭，你广播一下得了。哎，你不是刚找到工作吗？那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公司。你现在怀孕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结婚呗。盛江川已经求婚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说这个孩子你不能要吧？我为什么不要？我当然要了。那工作不要了，这么多年书都白读了，你就这样当家庭主妇？你忘了你辩论赛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呀？辩论赛的辩题是模拟的，那是虚构出来的。生命它可是活生生的，我不可能为了一个虚构的辩题放弃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！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啊？那原本大学毕业肯定都是先立业再成家，现在有了他了，就得先成家再立业呗。反正就是一个先后顺序的事儿。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不是还得凭自己的实力吗？想倒挺美，因为人大公司都等着你呢。正想问你呢，你觉得我的观点怎么样？你要不想去看辣椒，你就在屋里歇一会儿，要不你就去做个 SPA。那你干嘛去啊？论坛没结束呢，我得回去啊。不是你吊着脸给谁看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？没有，你开心就好。什么叫我开心就好？那论坛本来就是各抒己见的地方，我也是学金融的，我怎么就不能发表我自己的观点？你那是6年前的观点。什么意思你？你就说我过时了吧？我是说投资市场千变万化，去年和今年的玩法都不一样，何况你已经离开6年了。我离开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呗？我可没这么说，人家庭主妇都老老实实去看辣椒了，谁像你那么厉害啊？你是有理想的人，而且你有摇滚精神，你要超越整个社会。你不用这么阴阳怪气儿的，我自己是谁，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。倒是你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你心里这么想我的呀。盛江川，你每天嘴上说一套，心里想一套，你累不累啊？我累，我每天在外边跟打仗似的，回来我还得捧着你哄着你，我能不累吗？你什么时候哄着我了？你的意思是你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你明白，我糊涂，你让着我呢是吧？不是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你说。我让你收起你居高临下的优越感，起来，以后你都不用再哄着我。起来。哎，怎么了？不是你生什么气啊？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这里好开心啊！对呀，风景太美了。好像就是他哎，谁呀？就是那个白天把我引去野河沟的那个。其实就是一帮太太的联谊，你想这么多干什么？而且你能去是沾了你老公的光啊！谁沾谁的光啊？要是6年前我没在家带孩子，也出去工作了，现在我也能收到邀请。我发现你真是好爱争强好胜哦，跟老公还比个高低。这个有谱了。穿这个呀，这件会不会有点太职业了？参加盛典都是要穿西装的，不管男生女生。你看那个世界领导人峰会，那第一夫人不也都是品酒赏花、参观游览吗？人家是挣钱回来的人，好吗？在外面挣钱跟在家带娃就是分工不一样，怎么还得分个3、6、9等啊？你没上过班，你不懂。在金融界上班，只要一说你住哪儿，就知道你是哪个职位的。你老公就是活生生的好男人指南。我全凭一己之力，带着咱们全家实现了消费升级，咱们家整个跃升了1个阶层。你知道这有多难吗？你说你老公厉不厉害？孩子本来就是2个人的，谁规定的非得女人带呢？那你当初怎么不让你老公在家带？那是因为我带的比他好啊。你确定你老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要是当年
让你留在家里看孩子，我出去工作，你愿意吗？愿意啊，吃软饭多容易啊，还好消化。为什么我一定要提前入学？为什么你现在就要去上班啊？那个妈妈想要赶快回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呀。你说的是唱摇滚的舞台吗？糖糖，妈妈是要回到工作的舞台上，当然了，妈妈也会继续唱摇滚的。每个人都要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妈妈也一样。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全职妈妈的，我也知道一个女人放弃工作跟社会脱节，把所有的筹码压在一个男人身上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。尤其是像我老公陆维斌那样的男人，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跟他在一起的。所以我怀孕直到8个月的时候还在工作，还在为了升职而努力。生了吗？生什么生？到后来，同事一见到我就说：“哎，你老公这么有钱，你还这么拼干嘛啊？哎，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赶紧回去养胎呀！”甚至会有人说：“你那个稿子到底能不能交了？你要是再不交，你早点跟我们说，别耽误大家工作。”我就纳了闷了，我怀孕了，是给大家添了多大的麻烦吗？还是我要求什么特殊待遇了？我都没有啊。后来我生完了孩子，休完了产假，别说是升职了，就是原来的岗位它都不是我的了。如果我坚持要回去，我必须得接受降薪和降职。凭什么呀？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是因为你生完了孩子就没有上过班，所以你不了解。我那时候特别失望，我就想，你说我辛辛苦苦去接受一份降薪又降级的工作，我图什么呀？与其吃力不讨好，我为什么不在家享受生活？我就把孩子当工作，把我老公当老板，这样不可以吗？我觉得这样也很好。你把你老公当老板，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关系是平等的，你干嘛要把他当老板啊？哎呀，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你要拿出伺候老板的心态，你就会觉得你老公身上的很多毛病你就都能接受了，那生活不就和谐了？而且就算你去了职场，也没有平等可言。哪个老板不自私不自大？请你告诉我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这女人的智慧也可以体现在经营好婚姻和家庭上，对吧？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。我有我自己的职业理想要实现，有我自己的自我价值要体现。我不能只是作为谁的妈妈、谁的妻子、谁的女儿活着。我也是学金融的，我爸一个人把我供到大学毕业。我的人生规划里不能只有全职妈妈这一个身份。所以呢，我可以接受降级，我不介意，我可以从头开始。就算你真的可以从头开始，那也要看有没有人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啊。这不机会来了吗？我同学给我介绍工作呢，让我去面试。好，让我们现场朋友听一下那位女士的观点。你好，您的观点是投资到底是投赛道还是投赛手呢？我个人的观点，我觉得相对于赛道和赛手，更值得关注的是理想和愿景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呢，不管是投赛道还是投赛手，它都是一个伪命题。
因为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是诞生在一个伟大的理想和愿景之上的。就比如我们都知道的，比尔盖茨创建微软的时候，他的理想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台电脑。所以我认为投资人应该更加专注理想和愿景，才能投出伟大的企业。我和这位女士有一些不同的观点。我个人认为呢，理想和愿景这种东西还是太虚无缥缈了。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姓霍，霍连凯，刚从国外回来，目前担任云山长兴投资部行业2组的负责人，也希望今后能得到各位同仁的帮助，谢谢。言归正传啊，刚才王志毅王总说到了，投资就是投人，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。因为一个优秀的赛手本身就具有盘活整条赛道的能力，所以优秀的投资人就应该去投这样的赛手。我认为这个问题索罗斯的反身性总结得最为到位。人不可能准确地预测市场，更不可能盘活市场。作为市场的参与者，跟市场只能是互为影响的关系。所以，如果一个投资人等着赛手去盘活市场，那你们国外投资人的钱也太好赚了吧？抱歉，我真的回国时间很短，对于行业内的人士也不是特别熟悉，还没有请教这位女士怎么称呼，在哪家公司高就？我现在还没有在那家公司。没有公司，那您今天是怎么来到咱们论坛现场的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有另外一个证，就砍辣椒的那个。对不起，女士，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对不起，她是我太太。家属是不能进入会场的。你们的邀请函上也没有这样写啊。不是，要不然让她用我的证件行吗？不行，论坛是实名制，恐怕要请这位女士马上离场。那我也出去，我先送她回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